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女人到了中年，切记别再做这傻事，显得廉价，拉低你的气质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女人要想活得高贵，首先就要学会爱自己，懂得让自己活得有价值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是不喜欢美丽的，但是美丽的背后需要付出很多代价。当一个女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廉价的时候，那么她就已经不值钱了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无论是哪个年龄段，都应该让自己保持良好的形象，这样才会给男人留下好印象。但是有些女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她们甚至会通过一些不好的行为来凸显自己的存在。当一个女人从喜欢精致的打扮开始变得越来越邋遢的时候，证明这个女人开始变得廉价了。也许会很多女人抱怨说，结了婚以后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打扮自己，一边要收拾家务，另一边还要照顾男人的生活起居，根本就没时间收拾自己。诚然，婚姻里的每个女人都有很多不容易，可你也要知道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你之所以会变得越来越邋遢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变得越来越懒了。想想看，家里的家务活就那些，并且不是每天都满满当当的，你完全可以趁着小气的时候，给自己化个淡淡的妆。哪怕真的没有时间化妆，但至少也要让自己看起来干净整洁，头发要懂得梳理，衣服要懂得得体，这样也不至于显得特别邋遢。可有些女人却总是用忙不过来当借口，完全忽略打扮自己。要知道，男人可都是视觉动物，若是你认为只要结了婚了就万事大吉了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请记住，当一个女人开始变得不爱打扮自己，那么就说明她已经开始失去吸引男人的魅力了，而这样的女人在男人眼里也就变得越来越廉价了。女人要明白，若想过上高贵的生活，首要之事就是学会自爱，明白自己活着的价值。这世上无人不爱美，但美丽背后总需付出许多。若你发现自己正逐渐变得廉价，那你在他人眼中便已失去了分量。无论年龄几何，女人都该保持良好形象，给人留下好印象。然而，有些女人却不懂此理，甚至以不良行为凸显自己。若你从曾经的精致打扮变得愈发邋遢，那你便已开始变得廉价。或许你会抱怨，婚后根本没有时间打扮，一边要操持家务，一边还要照顾伴侣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诚然，婚姻中的女人都不容易，但你要清楚，这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你之所以变得邋遢，就是因为你变懒了。家里的家务并非每天都有那么多，你完全可以利用休息时间，给自己化个淡妆。若实在没时间化妆，至少也要让自己干净整洁，头发要梳理整齐，衣着要得体，这样也不会显得太过邋遢。然而，有些女人却总以太忙为借口，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形象。你要明白，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
若你认为婚后便可高枕无忧，那便大错特错了。记住，若你开始不爱打扮，便会失去吸引男人的魅力，在男人眼中，你也会变得愈发廉价。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？有些女性在婚前或新婚时总是温柔体贴，但慢慢的，她们开始抱怨。她们抱怨自己选错了伴侣，或是埋怨丈夫没有出人头地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主要是虚荣心和攀比心在起作用。当虚荣心作祟时，你总希望别人过得不如自己。然而，当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幸福时，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人。而攀比心，则是总想要超越别人的心态，你会不断与他人比较。当比较结果不如意时，你就会开始轻视丈夫，认为他没有别人的丈夫优秀。抱怨是一种消极的情绪，它不仅会让你充满负能量，还会对周围的人产生负面影响，甚至可能伤害到被抱怨的人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会理性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，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婚姻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情况，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你是否见过这样一类女性，在婚前懂得独立自主，会工作，会追求自己的事业，但结婚后，她们似乎变了，选择放弃自我，完全依附于男性，过上了躺平的生活。她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？其实是因为她们对婚姻的理解有误。在她们看来，结婚就意味着完全依赖丈夫，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和丈夫身上。然而，这样的选择往往会给婚姻带来负面影响，因为依赖和放弃会导致失去自我，失去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，从而在婚姻中变得被动、无助和廉价。这样的状态还可能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，最终导致婚姻破裂。身为女性，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，不要轻易放弃自我，不要把生活的全部寄托在丈夫身上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实现婚姻的平等与和谐。一书在元武里曾这样写道：真正有气质的淑女，她从不会向人炫耀自己拥有什么，她不会告诉人她读过哪些书，去过哪些地方，拥有多少衣物，买过哪些珠宝，因为她内心从不自卑。高贵与廉价相对，气质没有好坏，只有高低。有的女人气质优雅，外在高贵端庄，谈吐间尽显风度学识，让人如沐春风。但也有些女人气质就像一瓶劣质的香水，或许你初闻其香会心生好感，但越接触越会发现，这香气闻久了会腻，里面兑的水也不少。气质中的廉价感是藏不住的。有句话这么说，人越是缺什么，就越爱炫耀什么。自卑感作祟，让人原形毕露。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，但总有些人一开口一亮相，就让人没法高看。而有些女人之所以让人觉得廉价，往往是因为这些特征，明眼人一看便知。一，别总是吹嘘自己，不留余地。没根据的话少说，
没发生的事就别编得绘声绘色，这样只会让人觉得你不够真诚。虚无缥缈，在某些时候是个贬义词。廉价的女人总爱给自己添砖加瓦，即便没那么优秀，也要硬凹人设，用力过猛，反而适得其反。脚踏实地才更让人信服，也更能吸引真诚的人。凡事给自己留点余地，别把话说尽，把事做绝，做人得留一线。自己有的少说，自己没有的更别乱讲。那些高贵的灵魂，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加持和人设才让人向往，而是当他一开口，你就能感受到灵魂的共鸣和心灵的升华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情商高，懂得如何用自身魅力给他人带来美好感受。他们更关注他人，而非自我。廉价的女人则正好相反，她们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吹嘘着那些不存在的故事。2. 开他人玩笑，去讲是非。还有一种女人，总是喜欢谈论别人的长短。但你要记住，许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没了解清楚全貌，就不要轻易评价，这才能体现出你的高素质。你别不在意对方的感受，去开那些不合时宜的玩笑，或是把别人的短处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这些行为都会让你显得非常廉价。廉价感的女人总是试图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，想通过抖机灵来表现自己懂得最多，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。你想分辨一个女人是否高贵，只要听她开口，基本上就能看出来。你得看她怎么对待别人的高光时刻，是真心祝福，还是看不得别人好。你还得听听她口中说的，是有意义的哲理和高情商的回应，还是别人的长短，或者是不切实际的吹嘘。廉价还是高贵，源于一个人的气质和修养。有修养的女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重。所谓廉价，并不仅仅指物质上的匮乏，而是精神与行为模式上对自己价值的忽视。一个女人如果不懂得重视自己，那么别人也不会重视你。所以，你得努力成为一个从内到外都散发贵气的女人。在任何关系中，如果对方从来没有关心过你的处境和利益，那你就该适时疏远了。一个人对你好不好，不是看他情商有多高，能给你提供多少便利，而是要看他有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，有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和感受。否则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，根本没有尊重你的意思。真正对你好的人，不会只想着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会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站在你的角度想一想，这样的行为会不会让你感到困扰。如果对方还一意孤行，认为你就应该无条件为他们服务，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远离他们的世界了。在任何关系中，一旦发现不合适，就要及时止损，否则他们会伤害你无数次。3. 高性价比并非绝对，万物皆有其代价。你是否也曾为了买一件物品，在各个电商平台间反复比较价格，浏览海量的商品页面，
阅读那些真假难辨的用户评价，花费了无数的时间。你以为这样做是精打细算，却未曾料到隐藏在价格背后的成本，你早已忽视。其一，要知道1分钱1分货，也许你买到的物品价格低廉，但质量如何，却无从得知。这世间又有谁比谁傻呢？若对方明明可以卖出高价，为何要以低价卖给你？难道是因为你们关系好，或者你的面子更大？因此，你必须了解这低价背后的逻辑。其二，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比较价格、优惠活动上，有没有想过，若把这些时间用来学习新技能，提升自己，收获岂不是更大？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，当你把精力都耗费在寻找所谓的高性价比商品上时，你其实是在贬低自己时间的价值。4. 取悦自己才是维护任何关系的起点。你总以为无条件的付出就能赢得别人的欢心，但很多时候往往事与愿违。这就好比你想给别人钱，但你自己都没有钱；你想对别人好，但你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做才是真的好。你自己都没有的东西，又如何能给予别人呢？所有的关系都是从自己出发，然后向外扩散的。因为你自己开心了，别人才会开心。若你在讨好别人的同时，自己并不开心，甚至很痛苦，那么渐渐的，你越是讨好对方，对自我的消耗就越大，能量就越匮乏。你把生活搞得一团糟，最终别人都会离你远去。因此，爱别人要适可而止，不要超过爱自己。和那些能把你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的人交往。心理学上有个破窗效应，意思是一扇窗户破了，如果不及时修补，只会越破越严重。在我们生活中，如果环境中的不良现象被放任存在，就会诱使人们仿效，甚至变本加厉。有些人喜欢自贬，传递负能量，就像那扇破窗。这破窗存在的时间越久，对自己的底线和要求就越低，然后逐渐展现出自己最差的一面。一个人的能量如果很低，就越要找到一个能让你能量高的人，因为和他们在一起，能够及时修补你的内心。古罗马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说过，只与那些能够提升你的人作伴，他们的出现会激发你最好的一面。无论生活多么阴霾，他们都能带着灿烂的笑容和积极的心态出现在你面前，带给你快乐，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